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力。距离上次我们更新 iOS 26.3 大概也才过了1个多月吧。原本大家以为这次 iOS 26.4 应该可以让聪明的 Gemini 来加入，来帮助那个白痴的 Siri。结果没有想到 Apple 又再一次卡关了，所以这一次的升级还是不会有好用的 Siri。那话说回来 ，iOS 26.4 的 Beta 版我用了快1个月，表面上来看呢，它好像跟大家正在用的 iOS 26.3 没有什么不同，也没有增加什么新功能。但每天操作下来，我发现这次 Apple 在使用者界面上面做了不少改变。所以我今天整理了 iOS 26.4 的15个核心变化，不管是变得更有质感的音乐界面，还是藏得更深的系统设定，希望可以帮大家在升级之后更了解自己的 iPhone。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好，首先我们先来聊聊这一次在 UI 上面动到最大的地方，就是 Apple 终于把账户设定这件事情给统一了。那以前我们进到 App Store、Apple Music 或者 Apple Podcast， 右上角都会有一个个人头像，但是点进去之后呢，每一个 App 里面显示的内容都不太一样，要找到一些设定呢，其实还蛮困扰的。不过升级到最新的 iOS 26.4 之后呢，只要跟付款或者是订阅有关的苹果原生的 App， 像是 App Store 啦、Apple TV 啦，或者是 Apple Music 这些，你点进右上角的头像之后，你会发现统一显示了 Apple 账号的字样。那整个界面也重新调整过了。不过说真的这一次的调整确实是会需要花一点点时间才可以适应。像是我们进到 App Store， 那以前只要手一滑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有哪些软体有更新，但现在多了一层的步骤。那苹果把它设计在一个更新项目的专属选单里面，也就是说呢，你现在必须先点头像，然后再点进去这个分层，才可以看到更新 App 的清单。那另外 App Store 也有一个地方需要大家重新熟悉，就是它的搜寻列。那搜寻功能现在跟其他的选单整合在同一条工具列里面，所以你点击搜寻之后呢，输入框会直接移到萤幕的最顶端，这可能需要稍微适应一下。再来 Apple Music App 除了刚才的 Apple 账号变化之外，这一次的 UI 也做了很多的调整。那第一个呢，是现在你点开一张专辑或者是播放列表的时候，不会是有封面是有颜色的了，它现在会根据专辑封面的色调自动延伸到歌曲清单的背景里面，还蛮有质感的。那第二，如果你想要把一首歌丢到不同的播放清单，现在也变得更简单了，因为在加入播放列表的右下角多了一个全新的选择按钮。那你点开它之后呢，你可以一次勾选好几个不同的播放列表，你只要做一次就可以把歌丢到不同的播放列表里面，真的是方便超级多啊。再来，苹果这次重新设计了下载按钮的位置，现在加入跟下载的按钮从右上角改到了播放键的旁边，所以你以后单手就可以直接操作了。还有，现在系统也会根据你的定位，告诉你最近有哪一些艺人会到你附近去开唱，像是叮当会在4月18号的晚上7点在高雄的巨蛋开演唱会，你还可以直接订票，这个对于追星族来说应该是很方便的。最后一个跟 Apple Music 有关的变化呢，就是 Playlist Playground， 这是一个由 Apple Intelligence 驱动的功能。你以后只需要输入一段文字描述，像是适合雨天在咖啡厅读书的安静爵士乐，那系统就会自动帮你推荐，然后产生一份专属的歌单。这个功能听起来不错，对吧？但我实际测试下来呢，目前看起来台湾应该是还没有支援，所以只能等正式版推出之后呢，大家再自己去试试看啦。好，接下来这一次 iOS 26.4 的音乐辨识功能也正式支援了离线模式。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人在飞机上，或是在你讯号很差的地下室里面，就算 iPhone 完全没有网络，你还是可以照样给它按下去。那系统就会先在 iPhone 上面呢把这一段音乐存起来，等到你手机重新连上 WiFi 或者是行动网络之后，它就会自动在背景帮你比对它的结果，然后直接告诉你刚才是哪一首歌。然后再来这一点，我觉得是 Apple 终于想通了。Apple 在之前的 iOS 18.4 加入了一项全新的聆听功能，叫做环境音乐。它预设了4大类别，让你可以用来放松或是专注。那重点是呢，这项功能完全不需要订阅 Apple Music 就可以免费听。对于预算有限的朋友来说，这个诚意真是没话说啊。但说到操作，以前如果你想要一键快速开启这个环境音乐的话，你得在控制中心里面手动增加4次图示，这个我们之前有教过，真的有一点麻烦啊。所以这一次 iOS 26.4 呢，苹果终于帮它推出了好用的 Widget 小工具。现在你可以直接把环境音乐放在主画面的任何一个地方，真的好用多了。好，看完了音乐跟桌面小工具，我们来聊聊这个无边际 App。苹果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正式推出了 Apple Creator Studio 的订阅服务。现在你只要更新到 iOS 26.4 之后，无边际的 App 也会更新到最新的图示。那 App 里面也会新增一些内容资料库，提供了一些高品质的图形啊、照片啊，还有插图。那另外呢 ，Apple 还帮无边际塞入了全新的 AI 编辑工具，像是你可以把图片升级成高解析度的版本，或是生成影像一类的，让无边际这个 App 呢，不再只是随手记录笔记的工具而已。然后接下来在上一次 iOS 26版本里面，提醒事项有整合闹钟。
你只要在建立提醒事项的时候，把紧急开关给打开，然后设定好指定的时间，那时间一到呢 ，iPhone 就会像闹钟一样大声的提醒你，绝对不会让你漏掉。这一次呢，苹果特别在提醒事项的 App 里面的分类里多了一个紧急分类的标签，可以让我们快速筛选有开启紧急的提醒事项，帮你省下不少找资料的时间。然后再来，我们来聊聊保命的功能。在 iOS 26.4 里面，安全性选单里面的遭窃装置防护，现在更新完之后就会预设开启了。那这个功能呢，是为了防止如果你的解锁密码外流了，而且手机在不熟悉的位置，像是你在路边掉了手机，或是你在咖啡厅手机被偷走了，那歹徒也就没有办法轻易更改你的 Apple ID 密码，因为系统会强制要求要 Face ID 认证，而且要必须等待1个小时的延迟之后呢，才可以更改这些敏感的设定。虽然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功能太麻烦了，所以都懒得去开它，但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所以苹果这一次直接预设成开启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错的。好，只要是在 Apple 的家人共享群组里面，不管你想要在 App Store 购买什么样的专业软体，或者想要买游戏氪金，那这张账单呢，通通都会直接刷在发起人的信用卡里面。这个对朋友组队或是成年家人来说真的是很麻烦啊。现在你只要升级到 iOS 26.4，那群组里面已经成年的成员，现在可以选择自己的付款方式。也就是说，苹果终于把分享内容跟支付账单这2件事情给分开了。我们可以一起共享这个2TB 的云端空间，一起看 Apple TV Plus。但如果你要买东西的话，亲兄弟明算账，你各自刷各自的卡，以后就不会吵架了。好，聊完钱的问题，最后我们来聊聊关于找东西的问题。这次在设定 iCloud 的最下面呢，有多了一个 iCloud.com 的项目。那你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允许搜寻的开关。这个功能主要是因为 Apple 伺服器看不到你的加密资料嘛，所以如果你想要在 iCloud 网页版里面去搜寻照片或是任何资讯的时候，就必须靠你的 iPhone 去同意允许 iCloud 的网页版去取用你的私人资料之后，我们才可以开始搜寻。所以我建议是这样，如果你常常在网页版里面找照片或者找资料的话，这个功能可以开。那如果都没有在用 iCloud 网页版的话，就关着没有关系，反正你有用到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问你要不要开启了。然后接下来这一点也很重要，尤其是常常在开个人热点分享网络给电脑的朋友，想知道数据用量用了多少，那以前这个资讯呢会藏在行动服务的行动数据里面，找起来不太直觉。那这一次 iOS 26.4 终于把用量资讯放对地方了，你只要点进设定里面的个人热点的主页面，那你滑到最下面就会看到数据用量，点进去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最上方清楚看到这一段时间你总共分享了多少的数据用量，还蛮方便的。不过这样子还是需要点很多层才可以进到对的页面嘛，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懒的话，就记得用我们准备好的直达热点设定页的捷径，你只要按一键就可以到热点的分页，非常方便。有需要的朋友呢，我会把连结放在置顶的留言，快去试试看吧。有在戴 Apple Watch 睡觉的朋友呢，早上第一件事起床，一定就是要去看一下自己昨天睡眠分数状态怎么样嘛，对吧？那现在苹果为了让你更了解自己的睡眠品质，特别再加了一个叫做平均就寝时间的指标。那系统会根据你过去2周实际的睡眠习惯，计算出你平均是在几点几分躺上床的。那为什么要看这个指标呢？因为很多睡眠医学研究指出，睡眠的品质会跟生理时钟的稳定度有很大的关系。虽然你每天都睡满了8个小时，但第一天是凌晨3点睡，第二天是晚上10点睡，所以你的身体呢，其实是处于一种持续性的数位时差的状态。也就是说，你的生理时钟跟你的实际作息之间产生了严重的落差，这个会导致你的身体器官会因为搞不清楚你现在是几点，没有办法发挥最高的运作效能。所以苹果加入这个指标呢，就是要提醒你，规律比长度还要更重要。然后这次 iPhone 的桌面图库呢，苹果终于把桌布的界面变整洁了。现在如果是你没有在使用的桌布类型，苹果会把这些桌布全部都收起来，显示一个取得的选项。你必须手动下载之后呢，图库才会摊开来让你使用。那如果你想要把特定的分类图库给收起来的话，不要用的话，那就要移除你正在使用的桌布之后，才可以把它正式收起来。每一次的大版本更新呢，都会推出新的表情符号。那这一次有8个新的 emoji， 像是虎鲸啦、长号啦、山崩啦，还有芭蕾舞者这些。我自己是觉得那个瞪大眼睛、脸红红、看起来很害羞的表情，很符合我被女生搭讪的时候的反应。好，捷径现在新增了一个设定电池充电上限的动作。以往要设定 80% 或者 90% 或者 100% 的充电限制呢，你必须要进到设定的选单里面点好几层才可以去做调整。现在你除了可以按一下就改变你充电上限的设定以外呢，你还可以透过捷径去设定一些自动化，像如果你到了办公室，它就会自动把你的充电上限设为 80%， 那你离开公司要出去跑业务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调回 100%。 这个真的是方便很多啊，让充电上限呢更有弹性。那最后一点更新呢，也是最重要的更新，就是我们台湾的使用者专属的，那就是即时字幕正式支援正体中文啦。这个是在辅助功能里面的一项黑科技，系统可以选择音讯的来源，
不管是你来自 iPhone 的麦克风，还是系统里面的音讯都可以。所以如果你遇到没有字幕的影片，或是听到一段录音档，你可以直接开启这个即时字幕的功能，系统就可以在荧幕下面呢直接产生出正体中文的逐字稿。虽然目前的精准度呢偶尔还是会有点不够，也没有语气的断行，但台湾中有资源还是非常值得鼓励的。好了，今天一口气整理了 iOS 26.4 的15个核心变化。总结来说呢，这次的更新在 UI 设计上面有做了一些调整，有些需要花一些时间适应，那有些也变得更好看了。那另外在生产力安全性健康照护上面，这一次的升级真的还蛮不错的。还有很重要的，我自己用无虾米没有什么感觉，但很多网友都反映自己在 iPhone 快速输入的时候呢，键盘会有漏字的问题。这一次 iOS 26.4 也都有改善了，所以这一次呢，真的算是很值得赶快升级的版本。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有帮助到你，或是你发现了什么我没有提到的隐藏功能，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最后不要忘了帮我按个赞、订阅跟热推一下，这个对我们的频道非常有帮助。我是威力，我们下部影片见喽，拜拜。